所以佛陀呢是悟到缘起，然后呢走中道，所以他对五比丘说法呢，应该先告诉他们中道，这样子才能让五比丘舍弃苦行来跟他修行。因为五比丘也是极端的苦行，认为佛陀当时那个沙门就是苦行僧悉达多啊，这个苦行僧他是因为修这个苦行，他们才愿意服侍他。然后后来呢，因为他放弃了苦行，就觉得他没有修行了，甚至呢，佛陀觉悟了以后，他就在思考要为哪一些人说法。他本来要为他前面的几个老师，尤其有2个很重要的老师，可是发现他们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他就想应该要为他5个侍者来说法，然后他就去了。所以从他成道的菩提迦耶，然后在菩提迦耶的时候呢，佛陀大概也有好像14天还是49天，是安住在他的涅盘乐里面。然后听说那个时期呢，那个时段呢，佛陀也在想他到底要不要说法因为呢，他所觉悟到的跟一般世俗的完全不一样，大家都要有我，只有他知道是无我。然后还有，当然也有传说，梵天还有第4天都下来请佛，一定要说法。那佛陀当然也不用他们请，那有这些天人来请的话呢，表示佛教的弘扬是得到这个龙天护持的就大家都把这个身份抬高了嘛，所以佛教的身份抬高了，就说佛陀说法呢是你们婆罗门教的这个最高的天来请我说法的呢，所以反正这些呢都是宗教里面的一些传说。那宗教里面的传说，某种程度上呢都会有这种把自己的这个教派呢抬高。当时佛陀是不是这样？这些很多都是后期留下来的说法嘛。那我们大部分都说有，就是接受。所以佛陀说，佛陀真正要说法呢，需要有人请他。佛陀是就一定会。然后佛陀为什么说法还是要有人请呢？表示这个法非常的尊重然后所以为什么后期呢？我们在像讲经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用的仪式很简单。以前呢，法师上台讲经哪有这种方式？我们要唱炉香赞，因为讲经的法师要念香，然后呢要上座，中国传统上大座，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呢念炉香赞，然后请法，然后还要唱赞那个开经偈，完了以后啪就开始说法，然后梁武帝时代那个傅大师啪就走下去了，因为他讲完《金刚经》了。所以这些呢都是很有趣的一些公案嘛，对，留下来，那就表示说当时呢佛法这个就佛法不轻说，轻说人不信。所以经典里面我们发现到说，佛陀说法很多时候都是有弟子请求的。那当然佛陀也有无问自说，像《阿弥陀经》就无问自说的，《金刚经》呢是我们的须菩提解空第一在那边问云何安住其心还是什么这样子，他的佛陀才说法嘛。常常我们看到都有这个当机众问法，也就是说佛陀说法呢，他不是随便说，他就是有因缘才说。所以佛陀呢也是悟到这个因缘嘛。然后后来他到五比丘那边，他就是说缘起中道，然后五比丘都服了，然后佛陀才说转法轮，三转法轮嘛，就是这个四圣谛。但是实际上呢，四圣谛的这个结构应该不是很早期就有的因为四圣谛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构，就把佛陀的缘起法很完整的表达出来那佛陀当时说法哪有说因为写好第一个圣谛叫苦，第二叫然后才去说法，没有的。佛陀说法呢就随顺众生的这个因缘他对于五比丘要度他们就要先讲中道。那么当然也可以说佛陀在开始说法就把纲要建立起来，就四圣谛了。那甚至我们说经典里面讲到12支缘起，讲到缘起法的时候，有些是5支缘起，有些是7支
讲到12支就是比较完整的。所以佛陀说法呢就随顺因缘。然后有一些呢，后来他度了这个五比丘，五比丘呢是最早成道的，就证到阿罗汉的果位。那么其中一个叫阿说示，就是马胜比丘。那有一次他出去度化的时候呢，舍利佛就遇到他。舍利佛本身那个时候跟目犍连2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是在另外一个教派里面是上首的弟子，师父下来就他们2个非常杰出。但是呢，他们2个就一直觉得说，师父的教法不究竟，但又不知道去哪里学，所以呢，2个人就约好，谁遇到谁找到，一定要告诉对方。那么舍利弗呢，那个时候出来，一看到那个马胜比丘，就被他的庄严的那个行止，就被他摄受了，觉得这个出家人一定很有修行。你看他整个，那个时候他是阿罗汉的嘛，出来托钵，那他就跟上去问他。那马胜比丘可能是比较不常说法，或者是不说法的，他就说我的老师告诉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舍利弗一听，这个就是他要找的。我们现在听觉得怎么那么浅哦？那听了都没有什么感动，都一点都进不了心啊。可是怎么舍利弗一听就进去了，然后马上就跑来找这个目犍连，跟目犍连讲，我找到老师了。目犍连还说，有吗？谁能当我们的老师？那么舍利弗也说，一个老师这种说法马上就悟了，就觉得这个是老师了。他们2个人个别有100个弟子，所以1250人的200就是他们的弟子所以他们就个别把他们的弟子带了去佛陀那边，好像是2个有，就要不知道哪一位是2个礼拜3个礼拜就证到阿罗汉的果位了，就很短的时间就跟佛那所以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子随顺。然后因缘比较浅的，佛陀就讲一些5戒10善然后很多婆罗门要来学佛，佛陀没有改变他们的信仰，只叫他们皈依5戒受3皈依，然后受5戒，成为佛的弟子，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回去还是护持你们的老师，你们是婆罗门教的，还是要去拜婆罗门教的神。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呢，梵天跟第4天都是佛陀的护法，而且是2个非常重要的护法，这2个都是婆罗门教的神所以也就是说，婆罗门教的神也来护持他的就佛度的众生就是很普遍，就也没有否定他们的存在。然后他的弟子回去还是照样可以拜梵天跟这个第4天，还是照样去拜。然后甚至我们讲到善生子，佛陀也没有说你要成为我的弟子，那你只要把这个6方礼拜转成是六轮来礼拜是东方就是父母子女嘛，西方南方反正就是一个是夫妻，一个是师生老师跟学生，然后一个是亲戚朋友一个是主仆的关系，然后一个呢是宗教师和信徒的关系，6轮在印度就6轮嘛。讲完了以后，佛陀没有跟他讲3皈5戒，只有讲到4戒，然后后面呢有讲酒的坏处那讲这些呢都是最普遍，一个人要做好的人都要符合这些条件。哪一些朋友不要交哪一些事情不要做喝酒啦，去玩乐啦，去什么什么这些呢都不要。就是把一个年轻人他有宗教信仰的，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但是把佛教认为好的这种伦理，好的一种行为就告诉他三圣子后来有没有一直跟着佛学法，也没有在讲，有一部经告诉我们有这个过程然后他说他跟三圣子讲，他说你礼拜6方很好，没有否定他，不过呢我们的教法里面有讲6方，就刚才讲的6方没有否定他这个三圣子可能每天早上又去礼拜6方而已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佛陀说法的那种善巧，有不同的众生他就说不同程度的这个法，然后后来慢慢的就阶级
那当然佛陀说法的过程里面，慢慢他就越来越能够系统化自己的一些教学。像讲到说四圣谛那么完整，12支轮回那么完整的其实应该不是佛陀初期就讲的就是慢慢结构起来，结构到说他的教学很完整。四圣谛就是一个纲要来的然后重要的又讲到这个八正道，然后简化的话就戒定慧三学慧里面在闻思修，所以反正就是这些教法呢就慢慢的组合，到现在我们学的时候就谈了很多。其实佛陀还有在这个《阿含经》，如果我们看到的话呢，佛陀开始教众生的时候，他不直接教他们说你们修定修慧就解脱，不是的，他还是先讲这个五蕴、12界、18处，这个叫蕴处界。那么讲蕴处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苦的部分，苦和集到集的时候就讲烦恼咯。苦呢就是你看五蕴，我们有五蕴的话，从五蕴的角度来看，五蕴炽盛是我们苦的整体所在。那么这个五蕴炽盛呢，就包含了什么？生老病死。你的这个色身一定是生老病死，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的心里对生老病死的那种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话，就一个是求不得，一个是厌憎会然后一个是爱别离，全部都在里面。虽然这个爱别离、厌憎会跟求不得呢是人事方面的，可是你讲的比较完整的话，就包括了对自己。比如说我们喜欢什么呢？小的时候希望自己快点长大罗大佑的歌唱的最好听对，我看到那些大哥哥姐姐，哇，什么时候长到那么大，很开心吗？可是长到那个时候呢，你又有不开心的地方，童年不见了所以别离童年然后得到这个青春的时候呢，青春又会过去，你要执着这个青春，可是青春以后要爱别离然后你别离以后呢，你要面对很多的那些你不喜欢的，就厌憎会。我们一生就在这个过程中。那么这个过程里面呢，一个就是我们要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求那个，求到最后呢不能得到，就求不得苦。那所有的这个作用之所以会运作，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五蕴的根深，所以五蕴炽盛，那个苦的整体嘛然后整体里面再分出不同的程度、不同的那个苦，所以讲五蕴是要告诉你这个苦所以五蕴里面的色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受就是我们的情感、情绪的迷惑就是爱染，想就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意念的作用那意念的作用、理智的作用、迷惑就是无明，就是我见我痴。然后这个行为上的还有意志上的这个迷惑就是我慢，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了。所以你三个就我们人整体的这个心理的功能，就是情绪的理性感性、理性和意志三者嘛我们成佛也是感性的是什么呢？就是慈悲，理性的就是智慧，然后意志的就是信愿。所以发菩提心就是信愿，大悲心就是这个感性的，然后智慧。成佛也是这三个完成那菩萨道行持的时候，发菩提心，然后大悲为上首，然后以这个智慧来贯穿一切的修行，也是三者。所以就是实际上就是所有众生的这种心理的功能，我们只是让它净化圆满。那么如果你没有净化杂染的话，那么你就我爱、我见、我痴、我慢，然后就不断的造业，然后不断的轮回了。那么造到最严重的话，就地狱了，最大的恶法然后稍微好一点是恶鬼了。那么再来呢，就是这个畜生。然后这三个里面，我们又看到地狱呢是嗔习最强的嗔习然后恶鬼呢是贪习最强的，畜生呢就痴习最强，所以还是这三个。贪心最强就是情感上的迷惑，
然后嗔心最强，也是情感上的迷惑了，然后还有痴心，所以就是还是无明和爱染。那么看哪一个习气呢是最强的，所以形成三恶道。三道呢，修罗嗔习最强，人贪习最强，人的欲望最大。然后天呢，你不要以为天好哦，天是痴心最重的，所以天人也不能富贵学佛难嘛。连西洋的宗教都说，富贵的人不能上天堂，因为他们痴心重。我们人呢是贪重的话呢，那如果我们能够转化，那就比较有机会，意识很活跃。所以三善道、三恶道，其实就是我们这贪嗔痴的烦恼，看哪一个比较重，看你偏哪一边。人的话，善道是偏善的这一边嘛，善道偏这边，然后恶道就偏呢。所以我们讲六道轮回，实际上呢，事项上它可以讲出这个六道了。如果是从心理上，其实就是我们心理的问题啊。所以一切唯心嘛，你唯心所造嘛，你造的是第一的业，你那个第一的业报，事项的业报还没有现前，你心里已经在受煎熬了嘛。所以五蕴此生苦，根本的苦嘛。那么这个苦呢，它怎么会形成？就迷惑了就是这三个迷惑。那么这三个迷惑，其实一般上我们就讲的比较少，无明和爱染讲的最多。那么无明呢是最根本的，所以理智的这个不知无明呢，它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动力有了这个爱染所以如果我们破无明，就破这个见惑。六根本烦恼里面，贪嗔痴慢疑，然后第六个是不正见，就破这个见惑，然后实际上你就解脱了，就理性上没有痴了，就可以解脱。但是呢，贪嗔痴还有痴的一些烦恼习气，还有这个痴这个慢这个习气呢，就要用定慢慢来消磨它然后才能够把它清理掉。所以具解脱就全部都能解脱。那么会解脱的话，就是你破了这个我见就解脱了。所以出国以上的圣人就破了这个我见。所以破我见呢，其实真出国呢是最不容易的。很多人以为说出国动不动就证了，我们有时候看他们有些禅宗，也不是禅宗，就是禅修的那些传统里面呢，好像很多人都证出国。其实呢，出国是最难。为什么呢？从世间到出世间，它是一个我们说质变的过程，它不是量变，是质变的过程。质变的过程是最难的。所以证到出国，你上面的三个果位只是量变，那就不难。所以你从世间的这个修行量变到能够到那个程度，可以产生一个质变，那很不容易。然后我们比如说烧这个瓷器跟那个陶器，它要烧到1000多度，它质变。还没有烧到那个程度的话呢，它烧出来的东西呢就没有那个功能，没有那个效果。所以一定要到那个程度了。但是它如果是比如说我们说1000度嘛，其实紫砂是1000多度，瓷器大概也1000多度嘛，都大概都是这个度以上。那你一开始就说我就用1000度来烧它，你说它活得下去吗？它马上就爆裂。所以要怎么样？就是要从低温慢慢烧起。他们烧紫砂壶还有瓷器的时候呢，有些还要先放在窑旁边，先给它干。如果你试进去一高温，啪就裂了，不能的，它一定要烧到一个干的程度，然后才进窑。然后进窑呢，它那个如果是以前的龙窑，它就要慢慢烧然后烧1-2个星期，然后烧上去了这个最高度了，降温也要这个高度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相同。然后这个窑就是收了，然后它才能够把这个产品拿出来。所以它这个最高温在这个质变的过程，它就从砂或者是泥转成瓷器或者陶器，它就是
这个关键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达不到它烧不成那个效果出来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实际上修行呢，这个最关键的是最不容易过。那如果是从禅定的角度来看呢，初禅其实是最不容易进去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禅修团体动不动都是初禅以上的定，其实初禅呢是色界定，我们这个是欲界定，未到地定是欲界定。欲界定呢，我们这个欲界的色身，欲界定就可以安住，就是我们的心有这个定的心，我们有这样的色身，它就能够安住。那我们要转入到色界定的时候，初禅的话呢，色身一定要调整啊，有一部分的色身的功能必须要转化为色界的那个色身的功能，色法的功能，那么色界定才能安住。这个在天台禅波罗蜜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到未到地定，身体会有所谓的八处，就身体里面会产生一些微细的变化。那么如果是他修定修得很好，有些到山上去修定的人，他甚至整个色身会变，就是变得好像他们形容了，因为我没有见过啊，形容说那些有生定的那些和尚、老和尚啊，他的皮肤好像 baby 的皮肤一样，我们的皱皱的，他们是嫩嫩的、滑滑的，也就是说，他色身产生一定的这个变化，但是不完全是色界的那个色身，但是它就改变，它不起这个变化，它至少内部的细分、微细的那些功能一定要变化，它才能够入初禅以上的定。因为就是你比较细的定，一定要比较细的色法，色和心本来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这个作用来的啊，你不能说用很粗的这个色身来让一个很细的心安定。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为什么要先调身？你要入比较安定的状态，你发现你的身只要粗，那个安定的状态就无法显现。所以修到比较